乞丐不交保护费，还敢在老子的地盘上乞讨，死了！上辈子当牛马，穿越后成了乞丐，宋慈难道就活该受穷吗？万星神锤认主成功，恭喜主人获得锤击可使万物升级的神力。锤击能升级万物的万象神锤，怎么锤击？就用你来试试。我操！锤子变这么大！哇！石头竟然变成了银子！哎，那要是给我自己来锤子会怎么样呢？哇！这种充满力量的感觉，真是太爽了！这一拳的力道有上千斤了吧？这一锤下去，我的身体竟然被升级得如此强大。现在有了银子，先去填饱肚子。臭乞丐，这是酒楼，没钱啊，赶紧滚！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这竟然是50两银子！哎，现在我能不能进你们的酒楼？能，好酒好菜都给我随便上，老子不差钱儿。好嘞，爷，您快里边请坐，马上就安排。好饱啊！这是我穿越后吃的第一顿饱饭。哟，臭乞丐，你还没死啊？哟呵，有钱吃东西，没钱交保护费，把银子给我拿出来！把银子给我交出来！这个地痞之前抢我的乞讨钱，差点打死我。现在我升级的身体，一拳的力道有上千斤，正好新仇旧账一块算。我若是不交呢？你不是老子的对手，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小乞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滚！以后再让我看见你，小心你的狗命！有了能升级一切的万象神锤，这一世我宋慈要逆天改命！这篮蘑菇里竟然有一株灵芝，虽然年份不长，但用万象神锤升级后，价值定然翻倍。老板，结账。吃好了，客官。掌柜的，你这蘑菇怎么卖？这蘑菇小店每天都收，不是什么贵重东西。您若想要啊，这些都孝敬您。我不白要你的，这块银子少说得有1两，够了吧？哎，够了，加上饭钱也够了。多谢客官。真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穷乞丐，竟然连不值钱的蘑菇也能当宝贝。万象神锤，给我升级这个灵芝！小灵芝竟然被升级的这么大个儿，这个头难道是100年灵芝？先找个药铺问问，若是价格合适，直接出手。哎，掌柜的。小乞丐，我这是药铺，不是酒楼，你这蘑菇收。哟，这可是100年灵芝啊！你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从山上采的，你要不要？不要，我去别处看看。我要，我出800两银子如何？货比三家，我还是再看看吧。1000两，不能再多了啊！成交。等一下。先给钱。这是1000两银票，小乞丐，灵芝可以给我了吧？拿走了啊。灵芝1两银子买进，1000两银子卖出，这生意真是一本万利。王大夫，你这儿可有100年老参？周管家呀，我这里100年老参没有，不过我刚得了一株100年灵芝。你看看。这是1200两银票，灵芝我要了。看来以后我可以直接把东西卖给有钱人，省去中间商赚差价，还能赚得更多。王大夫，若是有人来卖100年老参，无论什么价格，一定要留下。那是自然。哎，掌柜的，
刚才这位是谁啊？竟然买百年老参，那可不便宜吧？他是桃花镇首府周家的大管家，周家家财万贯，别说100年人参了，就是1000年人参，他也能买得起。百年人参虽然我没有，但我有万象神锤，可以升级普通人参啊。掌柜的，你这有人参吗？年份小一些无所谓。人参没有，不过我收集了一些参须，你要吗？要。等着。这些参须约莫有1000，你给我1两银子就行。行，给。参须应该也可以升级成人参吧？万象神锤，帮我把参须升级成百年人参！我去，真的升级为人参了！这么大的人参，肯定已经超过了100年。这次我直接去周家卖。嘿。周管家你好，我是来卖参的。周家现在不买下人，赶紧滚！我说的是人参，而且是100年的那种。一个连饭都吃不起的小乞丐，哪里来的100年人参？哼！你看，还真是人参。你怎么证明这是100年人参？既然你不信，那我就不卖了。哎，等等，周管家，发生什么事情了？少爷，您可算从缅国赶回来了。这乞丐来卖100年人参，我不敢确定年份，您快瞧一瞧。老夫乃神医无求，且让我来瞧一瞧。哼！啊，这确实是100年人参啊，而且还是极品。什么？这竟然是真的！小乞丐拿出的确实是100年人参，而且还是极品。这竟然是真的！这株100年人参品相极佳，若是传出去，雍城的各大家族都要疯抢了。哼，3000两银子，这株人参我要了。原本我想着能卖2000两银子就很不错了，没想到周家直接出价3000两，成交。这是3000两银票，只要是大钱的钱庄皆可兑换。记着，以后莫要狗眼看人低。你，哼！周管家，后面的马车上有一个箱子，里面是我从南边带回来的古玩字画，你派人直接搬到我的院子里。是。这难道就是翡翠原石？真没见过世面，捡了块废石也能当宝贝。这么小的石头根本开不出翡翠。别拿豆包不当干粮，这东西你不要，我可拿走了。我们周家不缺这块废石，送给你打狗去吧。就算是废石，用万象神锤升级后也能变成宝石。抬进去。万象神锤，给我升级翡翠原石。这成色应该是帝王绿吧？据说是翡翠中的极品，定然价值不菲。今日天色也不早了，我先找个客栈住下来，明天再去卖翡翠。这个玉器铺子难道是周家的？周家人应该认不出我就是昨天那个小乞丐了吧？哎，你就是昨天卖人参的那个臭乞丐吧？来我们玉器行干什么？当然是卖玉。我们周家玉器行向来只收极品玉石，你一个小乞丐拿得出什么好玉石啊？谁说小乞丐就拿不出好玉石了？竟然是帝王绿翡翠！谁说小乞丐就拿不出好玉石了？竟然是帝王绿翡翠！这块翡翠水头极好，是极品帝王绿，只可惜小了一些。你若要卖，我给你5000两银子。周家少爷出手果然阔绰，5000两银子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不过嘛，6000两银子不还价。好，就6000两。周管家拿银票。少爷，不行啊！臭小子，这块翡翠一定是从你昨天捡的那块废石里开出来的，这本来就是我们周家的。怎么回事？昨日我确实从周家捡了块石头，但是什么也没有开出来。周管家，你这么说，不会是想抢我的翡翠吧？嘿，给他银票，给他银票。是。啊，这是6000两银票。
你可说好了。多谢周管家。若不是你让我捡漏了那颗原石，我也不可能在短短1天内就赚到上万两银子。这是废物！幸亏你是摔的这颗便宜些的玉珠，若是摔了旁边那件价值1000金的玉器，你赔得起吗？周管家，这珠子怎么卖？你若要买，少了1000两银子不卖。这种劣质珠子，你敢卖1000两？这不是在坑人吗？这以后谁敢来你们这儿买东西？蠢货！这颗珠子水头一般，色彩暗淡，不值什么钱。你若想要，我送你便是。你若想要，我送你便是。多谢。这颗玉珠现在虽然不值钱，但我用万象神锤升级后，定然价值不菲。小乞丐，咱们走着瞧。主人，你已经赚到了1万两银子，本锤马上就能升级为白银之锤，升级后可以让这颗珠子更值钱哦。万象神锤升级为白银之锤，升级万物之力，提升可解锁万物隐藏能力。解锁万物隐藏能力，那下次升级需要多少银子？从白银之锤升级为黄金之锤，需要500万两银子哦。500万两银子，不过有你在，500万两银子我很快就能赚到，就由你来验证白银之锤的能力。我去，竟然是夜明珠！夜明珠，臭乞丐，快把夜明珠给我，否则休怪我不客气。想要夜明珠，也要问问我的拳头答不答应。我的力量更强了。不自量力！真是废物！就算你小子会几招三脚猫的功夫又如何？我可是一流高手，你在我面前不堪一击！小乞丐，你怎么会这么厉害？你究竟是什么人？我宋慈，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周的，以后你见到我要绕道走，滚！快走快走！终于把这只苍蝇赶走了。夜明珠在桃花镇卖不上高价，我要去雍城。我已经问遍了雍城的大小当铺，夜明珠的价格出到了2万两银子。这家韩记当铺是雍城最大的当铺，也不知能不能再给出一个高价。你想干什么？抢劫啊！掌柜的，我要卖东西。你一个臭乞丐，你有什么东西卖啊？夜明珠，你想卖多少银子？5万两。这颗夜明珠看着个头稍微小了些，我最多可以给你3万两。那我就不卖了。哎，4万两，这不能再多了。成交。成交。一颗夜明珠就卖了4万两银子，按照这个速度，万象神锤很快就能再次升级了。我去，这不是后世那幅价值100万的名画吗？韩掌柜，这幅画可是要售卖？没错，这幅画是前些年一个落魄的举子当的，乃是前朝丹青名家李道子的《清明山水图》。不过这幅画是赝品，是后人临摹的。哦，临摹的呀，假的又如何？我有万象神锤啊，用神锤解锁后，说不定也能解锁什么特殊能力。这幅画多少钱？这幅画当初是当了100两，你要真心想要的话，也给我100两。这幅画你拿走。好。来，您慢走。看来这幅画已经变成了真迹，
不过古画得去找懂行的人才能卖出高价。有了，就去古玩行。嘿，你看这件，这真不错，绝对好东西。石竹斋是雍城最大的古玩行，这里的人定然识货，能认得出来这幅《清明山水图》的价值。掌柜的，我要卖画。我们石竹斋收的都是历朝历代大师的作品，你的画作是哪位大师的呀？李道子。什么？李道子？李道子流传下来的真迹甚少，大都被皇室收藏。你手里怎么会有他的真迹呢？这是李道子的封笔之作《清明山水图》。这幅画铁定是假的，《清明山水图》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么一个穷小子身上？不错，这画的确是假的。万象神锤绝不会出错，这幅画一定是真迹。既然这里人不识货，那我再换另一家问问。既然你们有眼不识金镶玉，那我换一家便是。凡是经过我石竹斋鉴定为假画的，在雍城就没人敢说它是真的。什么假话？竟然是回乡养老的当朝帝师、丹青高手李慕白李太傅。见过李太傅。刘掌柜，这是怎么回事？李太傅，这小子拿了一幅临摹的《清明山水图》。什么？竟然是《清明山水图》，快让老夫瞧瞧。好。看来这位李太傅是书画鉴定的权威，只要他说的是真的，那其他人肯定就没话说了。李太傅乃是书画鉴定的泰山北斗，他定然能一眼就看出来这幅画是假的。这竟然是李道子的真迹，是我找了20年的真迹啊！什么是真迹？小友，老夫愿出5万两银子，这幅画可否卖给老夫呀？这幅画在后世也不过价值100万，5万两白银已经远超我的预期。好，那就5万两。这是5万两银子的银票，你收好。5万两银子到手了，今天一天就入账了9万两银子。按照这个速度，我很快就能让万象神锤再次升级。这位小友，可否有兴趣参加3年一度的雍城书画大比呀？我？你既然收藏了李道子大师的真迹，想必是精通书画，若不参加，岂不可惜呀？可我不会啊。李太傅，听闻此次书画大比魁首的奖励提升到了6万两银子，不知可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此次书画大比由雍城首富罗家赞助，这奖励自然是水涨船高啊！我去，6万两银子，那我必须得去。李太傅，您放心，这次的书画大比我一定出席。好，3日后书画大比将在白鹿书院举行，我很期待你的表现啊！李太傅慢走，慢走。这届书画大比的魁首定是我秦墨的，6万两银子的奖金也是我秦墨的，你想都不用想。哼，慢走啊！画画我虽然不会，但是我有万象神锤，奖金我势在必得。我能不能拿到6万两的奖金，就靠你了。万象神锤，把这个笔给我升级成神笔。这不会是妙笔生花笔吧？那岂不是神笔？不愧是神笔，画出来的跟真的一样。有了这支笔，这次书画大比的魁首非我莫属。宋慈，你竟敢真的来参加这书画大比？这李太傅亲自邀请，我岂能不来？我秦墨得名师指点，雍城谁人不知我书画一绝？你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弱鸡而已。这魁首之位必定是我。今日我便让你知道什么叫强中更有强中手。
李太傅到！李太傅到！现在我宣布，书画大比开始。今天由我和罗家大小姐罗玉珠以及书画鉴定大师刘平主考，以一炷香的时间为限，以家国为题作画。开始吧。罢了，我有神笔在手，就先让你们半炷香的时间吧。宋慈，你为何还不动笔啊？启禀李太傅，我看他根本就不会作画，他就是在为了那6万两银子的奖金滥竽充数。什么？你真的会作画？哦，好了，好了，好，接下来开始评选，请各位稍等片刻。不错。唉，啊，这个不错。宋慈，就算你会作画又怎样？这魁首一定是我，这6万两银子也是我的。现在我宣布，本次书画大比的魁首是宋慈。这怎么可能？秦牧呀，你的画虽然花团锦簇，却少了傲骨，还需再磨砺磨砺啊。是，学生受教。李太傅，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颁奖了？来，6万两银票，这么轻易就挣到了15万两银子，数钱数到手抽筋，真是太爽了！这是胎记，这是胎记，给。多谢宋公子。罗家大小姐虽有倾城之貌，可惜啊，被这胎记给毁了容。罗家主早已放话，如果谁能治好罗大小姐脸上的胎记，便能得到8万两银子的赏金呐。8万两银子，我必须要赚啊！唉，万象神锤，你一定要解锁出去除胎记的能力。万象神锤，把这个胭脂升级成去除胎记的药膏。玉容膏，那岂不是能修复皮肤？罗小姐脸上的胎记不就能修复了？但是我要怎么去罗家呢？李太傅，您来的正好，我家有一个祖传的秘方，能去除脸上的胎记，您可否带我去罗家？你真有办法去除罗大小姐脸上胎记？这叫玉容膏，只要抹上去，胎记定然全消。那老夫便带你去一趟罗家。李太傅，有失远迎，还请勿怪。老夫今日专程带宋慈前来，他家中有一秘方，可治罗大小姐脸上胎记。你有几分把握呀？这个是我宋家的祖传玉容膏，用药后便可彻底去除罗大小姐脸上的胎记。爹，连大夫都不能彻底去除我女儿脸上的胎记，你这偏方怎么可能做到？爹，女儿想试一试这玉容膏，女儿相信能画得出万里江山图的人，心中有丘壑，定不会骗人。玉珠，你……哎，也罢，
你这玉容膏要是治不好我女儿的脸，我就让人拿你去送官。这，罗小姐，只需要涂抹于患处即可。老爷，小姐她怎么，是不是玉珠的脸更严重了？你这个骗子！来人，把她给我拿下，送官！不是，爹，且慢。啊！玉珠，你的脸真的好了。你竟然真的治好了我女儿脸上的胎记！来人，取10万两银票来！老爷，银票。这10万两白银，算是你治好我女儿的报酬。那就多谢罗家主了。算上这10万两银子，我现在一共有25万两，距离500万两还差得远。看来要再找些其他的东西尝试一下。爹，秋香，快去拿药过来。罗家主这是？我爹患有咳疾，大夫说他活不过40岁，今年便是他40岁的生辰。宋公子，你既然能治好我脸上的胎记，可否有方法能治好我爹的咳疾？这个，你放心，只要能治好我爹的病，银子不是问题。胭脂能解锁出皮肤修复功能，若使用万象神锤敲击丹药，会不会也解锁出什么特殊能力？那我回去再找一找。万象神锤，丹药升级成包治百病丹。升级成功了，包治百病，这简直就是神药啊！去罗家卖药去。这是神医吴求，难道他也有救罗家主的办法？吴神医，我爹他到底怎么样了？罗家主的咳疾已经深入肺腑，老夫也无能为力，准备后事吧。看来罗家主病得不轻，连堂堂神医都束手无策。看来要救罗家主，只有靠这瓶神药了。宋公子，你可否找到能救治我爹的秘方？找到了，此药名为百消丹，包治百病。此药名为百消丹，包治百病。且慢，这世上根本没有能医治百病的神药，罗家主已是强弩之末，服药毫无意义呀。吴神医，我这药定能让罗家主康复。是啊，吴神医，我脸上的胎记就是宋公子的祖传秘方治好的。无论如何，我都要救我爹。简直是胡闹！这分明就是江湖郎中骗人的假药，不仅救不了罗家主，还会加速他的死亡啊！唉，爹，这怎么可能？脉搏强劲有力，这百消丹真把逼死的罗家主救回来了。胸口不难受了，我的咳疾真的痊愈了。宋公子，如此神药，你开个价，我罗家全要了。这瓶药共有15颗，一颗1万两，很合理吧？1万两一颗，1万两一颗。难道罗家主嫌1万两一颗太贵？那就5000两。这神药竟如此便宜，宋公子，你真是个实在人呐！大意了，价格喊得太低了。这是15万两银票，一瓶药就卖了15万两银子，我已经赚到了40万两银子，距离给万象神锤升级又近了一步。大哥，你怎么样了？妹子，多亏了宋公子的神药，大哥的咳疾已经痊愈了。宋公子，这位是我妹妹，雍城城主夫人。见过城主夫人。你救了我大哥，便是我罗雪的恩人，若有需要，随时到城主府找我。
城主夫人可是雍城仅次于城主大人的存在，以后就能省去不少麻烦。抓住这只狗！拜托，一定要阻挡住这条狗！主人，狗子以后就跟你混了，我现在可是能万里追踪哦。狗子不仅升级成了万里追踪犬，而且我竟然还能听到狗子的心声。夫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夫人，少城主被拐走了，我们只找到了少城主的贴身玉佩。大哥，儿子是我的命，若是找不回来可怎么办？别慌，即刻回去禀告城主，让他关闭四门，捉拿拐子。另外，贴出告示，悬赏20万两白银，寻找知道少城主下落的人。主人，快让本王闻一闻玉佩，就算远隔万里，本王也能确定玉佩主人的位置。狗子，去闻玉佩。玉佩的主人在雍城甜水巷第3户人家地窖里。拯救被拐卖的孩子，我义不容辞，绝对不是为了20万两银子的赏金，绝对不是。你是谁？来这里做什么？如果不想死的话，就赶紧把被你们拐卖的孩子给我交出来。不知死活的东西，一人一狗敢来我拐子帮撒野，给我一起上，打断他的狗腿，卖到南风馆伺候男人去。这只大肥狗宰了，给兄弟们打牙祭。上！你竟然是个武道高手！我可是万象神锤的男人，对付你们还不是手拿把掐？敢挡老子的财路，找死！好汉饶命！赶紧把被你们拐卖的孩子全都给我抱出来！敢说一个不字！一群废物，快去把那几个孩子抱出来呀！谷子，闻闻这玉佩，去找找这几个孩子，哪个是玉佩的主人？这个孩子就是少城主。狗子，去城主府，他们看到玉佩，自会跟你一起过来。城主大人，有小儿，城主夫人莫要担心，少城主应该是被喂了迷药，睡一觉就好了。宋公子，是你救了我儿子，你是我罗家和龙家的救命恩人啊！举手之劳而已，不必挂怀。宋兄弟，这是50万两银票和城主金牌，日后在雍城，你便是我城主府的贵客。不愧是城主，竟然还多给了30万两银子，我竟然这么快就赚到了90万两银子，不愧是我。城主，钦差驾到，请您速去迎驾。钦差定然是来催我上贡铁矿石，但雍城矿产贫乏，哪来的铁矿？把这群拐子和孩子都带回城主府。是。宋兄弟，告辞了，有事可随时前往城主府。多谢城主。这次不仅赚了50万两银子，还跟城主搭上了关系。狗子都能解锁寻踪能力，这棵老树肯定也能解锁隐藏能力。万象神锤，把这棵老树升级为大地之树。这是解锁了什么能力？让我试试看。树大爷，你可知道雍城的铁矿在哪儿？吾主，我现在拥有了沟通地脉的功能，请稍等。看来老树沟通地脉的功能，就是能帮我寻矿。雍城只有一处铁矿，在雍城东门外10里的黑风山。要是我能买下黑风山，再卖给城主，赢麻了我。站住！干什么的？有城主府的请帖吗？什么请帖？没请帖还想进城主府？快给我滚！你可认得这个？这是城主金牌，你怎么会有金牌？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城主大人，您要铁矿不要？你要的话，
我马上给你送过来。什么？你知道哪里有铁矿？哎，城主大人，这小子是在耍你啊！谁都知道我们雍城根本没有铁矿，我不信这小子能找得到。看清楚了，这就是铁矿石啊！这竟然真是铁矿石！这真的是铁矿石？你在哪找到的？我买下黑风山，本来想种点果树，但竟然挖到了铁矿石。得知您需要，就赶快送来了。宋四兄弟，你可是解了我燃眉之急呀！买下这黑风山花了多少银子？其实我只花了700两银子，但赚个差价不过分吧？7000两。好，宋四兄弟，那我就花100倍的价格买下你的黑风山。700两银子买入，70万两银子卖出，我简直是个投资小天才。这是70万两银票，你拿好。那我就忍痛割爱，卖给城主了。这是地契，你拿好。好，立刻带人去黑风山准备挖矿。是。那城主大人，我就先走了。哎，宋四兄弟，等一下。怎么了？去将陛下赏赐的稀罕物给宋四兄弟拿一半带回去。是。御赐的稀罕物，定然是名贵的珠宝，看来今天还有意外之喜。海鲜也叫稀罕物，不过这个朝代交通不便，海鲜在此确实罕见。珍珠？宋四兄弟，怎么了？没事，城主大人，我先走了。这珍珠个头饱满，而且还是粉色的，定然很值钱。如果用万象神锤敲击，定能解锁惊喜。这次升级竟然升级出了一堆珍珠，得有上千枚了吧？不过这么多珍珠怎么定价呢？还是得请罗小姐帮忙。宋公子，你怎么来了？罗小姐，你有客人，那我就先不打扰了。无妨，这位是钦差大人，他是来拜托罗家寻找一批珍珠做礼物。哎，珍珠，我有。珍珠，我有。这竟然是珍珠中最为珍贵的男珠，这珍珠你可要售卖。钦差大人，咱们在商言商，只要你的价格合适，我自然乐于割爱。可惜你只有1颗珍珠，我可以给你300两银子。谁说我只有1颗？啊！你竟然有这么多男珠？这一共是1000颗男珠，只是你给的价格太低，我只能给你1颗。等等，这1000颗珍珠我全要了，每颗给你400两银子，如何？1颗400两银子，1000颗也就是40万两银子，这价格……行，就按你说的办。这是40万两银子的银票。现在我已经赚到了260万两银子，还差200多万两银子，万象神锤就能升级了。钦差大人，以后您需要什么都可以找我，只要价钱合适，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宋慈找不到的。那本官便不客气了。正好，本官最近在为太后娘娘找寻百年雪莲，不过此物难得。苏公子，你若是能找到雪莲，本官给你的价格必然比这1000颗珍珠更高。老树能沟通地脉，倒是可以回去问问他。钦差大人放心，我一定帮你找到。一言为定。宋公子，你也太莽撞了！百年雪莲只是传说中的东西，哪有那么好找的？欺骗钦差大人，这可是大罪。罗小姐放心吧，我自有办法。舒大爷，你能不能跟地脉沟通一下，问问哪里有百年雪莲？舒老爷，您能不能帮我看看哪里有百年雪莲？无主稍等，吾并未找到百年雪莲，但找到了一颗雪莲的种子。啊，这个是雪莲的种子？那我要是用万象神锤解锁去升级的话，会不会变成百年雪莲？嘿，万象神锤，把雪莲种子升级成百年雪莲。
这么短的时间就开了花结了果，但是就是不知道这是不是百年雪莲。光泽如玉，花瓣紧实，这是百年雪莲呐！吴神医，你怎么来了？没想到啊，老夫有生之年竟然能见到传说中的百年雪莲。吴神医说这是百年雪莲，看来不会有假。吴神医，这雪莲很贵吗？何止是珍贵，据说这百年雪莲可以起死回生，价值起码上100万呐！宋慈啊，你看能不能把这雪莲卖给老夫啊？不行。这雪莲我要了。怪不得你胸有成竹，和萧大人说能找到百年雪莲，原来是院子里就有呀。我出100万两银子，这雪莲我要了。老夫我出110万两，120万两银子。这雪莲我要定了。吴神医，你争不过萧大人，萧大人要将这个东西送给太后。看来如此神物，老夫是无缘了。萧大人，您竞拍了百年雪莲，现在它已经是您的了。这是120万两银子的银票，现在这个雪莲归我了。一株百年雪莲卖了120万两银子，我现在已经挣到380万两银子，距离给万象神锤升级只差最后一步。你为我找到了如此珍贵的百年雪莲，本官还有额外的赏赐给你。这是盐？这是盐帮提纯后的细盐，专供皇室，本官格外开恩，赏赐你1袋。这个盐又苦又涩，不像是细盐，像是一种上好的粗盐。宋慈，你大胆，竟敢嫌弃本官送你的细盐，是不是自以为有功，看不起本官？大人误会了，真正提纯后的细盐白如雪，不苦不涩，而这不过是一袋上好的粗盐。听你这意思，你是能提取细盐了？当然。好，3日后，若是你能拿到提取后的细盐来，我便聘你做这盐帮的盐总。罗小姐，盐总是什么？盐总乃是盐帮之首，管理天下盐商，盐商赚取的10%的利润需要交予盐总，确实是个肥差。不过，你当真能提取这细盐？当然。没想到当盐总竟然还能赚钱，那我必须要当上这个盐总啊！这个盐总非我莫属。万象神锤，把粗盐升级成细盐。袋子里的粗盐都变成细盐了。有了这袋细盐，区区盐总拿捏。钦差大人，严总的推举大会是否可以开始？韩严总发明了粗盐提纯之法，草民认为严总之位非他莫属啊！谁说严总非他莫属？哪里来的毛头小子，竟敢挑战韩严总的权威？我新任严总宋慈。小子，你凭什么当严总？粗盐的提纯之法是我发明的，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争抢严总之位？此人便是现任严总韩江，把持盐帮近20年。当然是靠他。这是什么东西？钦差大人，您之前说的，只要我提纯出了细盐，就让我做总盐主的位置，还作数吗？什么？自然是真的。只要你提纯出来的细盐比韩严总的更好，那你便是盐帮的严总。真是异想天开呀！粗盐提纯之法乃是韩严总发明的，你怎么可能掌握？这细盐，这比韩严总提纯的细盐更细腻啊！哎呀，不苦不涩，我从未尝过如此细腻纯正的盐啊！不可能，我根本就不相信一个毛都没长齐的毛头小子，
粗言的提纯之法会比我的还要好。哼！味道纯正，没有任何杂质。小子，你是怎么办的？粗盐的提纯技术而已，这有什么难的？本官说话算话，既然你提纯出了细盐，那这严总之位便是你的了。韩严总，把严总令移交给宋慈吧。哼，嘿，宋严总，这是30万两银子的定金，我能否从你这儿借一批细盐啊？我也要，一个一个来。竟然足足有150万两！宋公子，恭喜你成为盐帮严总，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罗家一定鼎力相助。原来你跟罗家是一伙。你这什么意思啊？严总已定，任何人不准妄议。本官今日还有任务要交给你们。3日内，朝廷要调集20万匹丝绸，你们可有什么办法？萧大人，这织造丝绸需要大量的生丝，这雍城没有这么多的生丝。再说，这3日之内制造20万匹丝绸，这根本是一个完成不了的任务。我已经挣到了500万两银子，可以给神锤升级，3天20万匹根本不是问题。萧大人，若是我3天内生产出20万匹丝绸，这什么价？1匹丝绸10两银子，20万匹就是200万两银子。好，这生意我接了。好，宋慈，那3日后还是在这里，本官到时候会亲自验收你的20万匹丝绸。好。小子，我看你真是存心找死。我会给雍城还有雍城附近的布庄打招呼，你别想买到1寸丝绸。宋公子，你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罗小姐，能否帮我找到20万匹普通的布？这有什么难的？刚好我家库房就有20万匹粗布，你若是需要，我这就让人送给你。好，带我去库房看看。宋公子，这一共是20万匹粗麻布，你看可能用？这些布我全要了，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3日内这个库房归我，任何人不许进来。好，我答应你。哎，锤锤，我已经赚够了500万两银子，是不是你该升级了？是的，主人，锤锤即将升级为黄金之锤。万象神锤升级为黄金之锤，解锁万物隐藏能力，升级为任意重塑万物之力。重塑万物之力？难道说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让万物进行重塑？将麻布重塑为丝绸。我去，丝绸重塑成功了！果然是这样。那以后我就能按照自己的心意重塑万物了。锤锤，干得不错。主人，接下来你要赚够1万万两银子，本锤就能升级为至尊神锤，拥有造物之力，而你能立地成神。1万万两银子啊，那不就是一个小目标？有神锤在，1万万两不是小意思。这么多丝绸，是时候该给自己换身新衣裳了。宋公子，今日是3日之期的最后一天，这20万匹丝绸，你筹备的如何了？20万匹丝绸已经备齐了。这20万匹丝绸，你当真备齐了？秋香，去一趟盐帮，把萧大人请过来，我要验货。宋慈，你到底搞什么鬼？
今日你若是无法交付20万匹丝绸，本官绝不轻饶。萧大人，20万匹丝绸已经备齐，就在身后的库房。什么？这不可能！我天天派人盯着你这座库房，3日之内没有任何货物进出，你怎么可能获得20万匹丝绸？欺骗钦差，那可是杀头的罪。请看，这怎么可能？的确是上好的丝绸，这20万匹我全要了。慢着，萧大人，这20万匹丝绸来历不明，您可千万要谨慎呐。姓韩的，任凭你想过脑袋也不会想到，这20万匹丝绸是我用普通布料重塑的。我只要这20万匹丝绸，至于宋慈是怎么获得的，与我无关。这是红通贵坊的凭信，拿着它，你随时可以从中支取200万两银子。多谢萧大人。你小子是怎么在短短3日之内获得20万匹丝绸的？就算是罗家也没这个本事。以后让你惊讶的事情更多，你不必大惊小怪。哼！这下你彻底把韩家家主得罪了。他这个人心胸狭隘，之后一定会报复你。不过你放心，我们罗家也不是吃素的，定然能护你周全。罗小姐放心，我并不惧怕韩家。等我赚到1亿两银子，就能立地成神。姓韩的敢招惹我，我就让他天凉寒破。这是铜镜？难道大前朝没有玻璃做的镜子？哼，罗小姐，你平日里用的都是铜镜，可用过玻璃做的镜子？啊，宋公子，这玻璃是为何物？玻璃就是……哎呀，现在跟你说起来，你可能会觉得大惊小怪。不过要是等我第一个做出来的话，肯定给你看。好，那我倒是越来越好奇，这玻璃到底是为何物？等我重塑玻璃，定会惊动整个雍城，甚至是大前朝。这是把铜镜重塑为玻璃镜子了。这玻璃镜子一旦推出，定然能赚大钱。不过我在雍城根基太浅，做生意的话还是跟罗家合作。原来这就是玻璃镜，竟然能将人照得如此纤毫毕现，真是太神奇了。宋公子，你可愿意将此物卖给我？罗小姐，您觉得这镜子如果放在楼下的店铺里售卖，能否让罗家生意更上一层楼？珍宝阁售卖各种奇珍异宝，若宋公子愿意将此物放在珍宝阁售卖，我罗家愿意分文不取。一言为定。我还可以做其他的玻璃制品，一起放在珍宝阁售卖。好，如今一面普通的铜镜能卖到50两银子，玻璃镜子如此清晰，宋公子想要卖什么价格？我翻10倍，500两卖出去，应该没问题。好，就卖5000两。5000两？若是罗家能把这镜子卖出去，还可以从中抽出1成的利润。宋公子放心，在雍城就没有我罗家卖不出去的东西。各位，今日我珍宝阁将推出一种大前朝绝无仅有的珍品——玻璃。玻璃算什么东西？我们韩家的琉璃才是绝无仅有的精品。我看你们是知道我们韩家的金玉楼马上要推出大前朝绝无仅有的琉璃，所以你们才弄的什么玻璃来给我们打擂台戏。这琉璃啊，虽然精美，但是和玻璃一比，还是差了那么一丢丢。切！好漂亮的杯子啊！看来这次珍宝阁都要输给金玉楼了。宋慈，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我们的琉璃一定比你们什么玻璃要更加精美好看啊！这就是玻璃，竟然比我们的琉璃更加精美好看。这镜子竟然如此清晰，这简直就是神物啊！各位，咱们今天刚开业，很多的玻璃制品里面可以随意挑选。
就算你们的玻璃再精美，我们的琉璃已经被钦差大人给选中，进献给宫中作为贡品。韩江，你未免高兴得太早了。这几样东西全部都包起来，我要将这些东西作为贡品进献给宫中。萧大人，这怎么可以？韩家主，我做事还要你指手画脚。哎，草民不敢，请大人恕罪。萧大人，珍宝阁中还有很多玻璃制品，您里面请。有了钦差大人代言，我的玻璃制品一定能大卖。宋公子，所有的玻璃制品已经售卖一空。这是250万两银子，你收好。这一批玻璃制品竟然赚了250万两银子，接下来我会好好想想，一定要塑造出比玻璃更值钱的东西。大小姐，酒坊刚送来了今年开坛的醉仙人，把他送到酒窖去吧。是。罗管家，且慢。啊，宋公子，怎么了？能否将这坛酒卖给我？原来宋公子也是爱酒之人，这坛酒便送给你了。若是我能将普通酒重塑为后世的毛子酒，生意肯定比玻璃更为火爆。万象神锤，重塑为毛子酒。果然是毛子酒，不过大前朝的酒没有经过蒸馏，度数都很低，这种高度数的酒也不知能卖得出去不？宋慈兄弟可在？城主大人，您怎么来了？宋慈兄弟，我今天来这，好浓郁的酒香啊！宋慈兄弟，原来你也喜欢喝酒啊？好酒啊！城主大人，这酒比较辣，您慢点。你是知道我的，喝白酒就像喝白开水，这一口酒还不够我喝的呢。宋子兄弟，这是什么酒啊？口感为何如此独特啊？这酒叫毛子酒，是经过蒸馏后的酒。哦，城主大人，您觉得这酒怎么样？这酒虽然口感独特，但入喉之后回味绵长，而且喝完之后我浑身都热乎乎的。哎，城主大人，你说我这个酒要是卖的话，能卖出去吗？哎呀，好酒！这酒比罗家酒坊的酒还要好。哎呀，宋子兄弟，这酒你要卖的话，就卖给我呀！城主大人何必客气？你需要几坛，我送你就好。哎，不就5坛吗？这我还送得起的。不是5坛，是5万坛。多少？5万坛？城主大人，你要这么多酒做什么？这酒口感独特，而且后劲还大，军中那些大老粗一定喜欢。3日之后，我要去边关劳军，这就是犒赏3军的赏赐。5万坛确实不是小数目。哎，宋子兄弟，你放心，如今市场上最贵的酒40两银子一坛，你这毛子酒我给你60两银子一坛，如何？一坛酒要60两，5万坛那就是300万两，这下赚大了。哎呦，差点忘了，这5万坛的酒，你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酿出来？这5万坛的酒，我3天之后要送去边关，你可酿得出来？哎，请大人放心，3日后我必将5万坛毛子酒送到你面前。此言一出，便是军令啊！如果出了岔子，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好，3天内重塑5万坛毛子酒，这次看来还是要与罗家合作。
宋公子，您这是？罗小姐，这是我用新的酿酒方法酿出的酒，你可以先尝一尝，然后咱们再谈生意。这酒竟然如此清澈。入口醇香，口味甘甜，果然是谈好酒。宋公子，你要谈的生意，莫非与这酒有关？我愿意用这个酒的酿酒方法来换取罗家的生意。真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我要用酿酒的方法交换罗家酒坊5万坛最普通最便宜的酒。蒸馏酒的技术在上一世并不是秘密，用来交换5万坛酒，值。这……好，我答应你。罗管家在。小姐，去把酒窖酒坊里的酒盘点一下，全部都送到我在甜水巷的院子里就好。听到了吧？快去安排一下。是。来，酿酒的方法都写在这上面，后面有不懂的可以问我。宋公子，我可否问一下，你要这么多酒，又能做什么？当然是喝呀。万象圣锤，重塑5万坛毛子酒。宋子兄弟啊，5万坛毛子酒酿出来了吗？全都备好了，在院子里。没想到3天之内，你竟然酿出了5万坛的毛子酒。宋子兄弟，这是300万两银子的凭信，只要是雍城的贵方，你都可以随时提取300万两银子。卖酒就能赚300万两银子，若是重塑出比酒更受欢迎的东西，岂不是更赚钱？宋子兄弟，我替镇守边关的50万将士感谢你，天干物寒，经常缺衣少粮，他们能痛痛快快地喝上这一杯烈酒，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奢望了。缺衣少粮？哎，我想到了，我可以重塑出大前朝没有的食物，比如红薯，又高产又饱腹，肯定会很受欢迎。大人，你先把这些酒送去劳军。啊，好。哎，不过什么东西可以升级出红薯呢？用什么东西能把红薯重塑出来呢？屋主，虽然吾没听说过什么红薯，但是我知道何处有木薯，你可需要？要，你快给我找些木薯过来。真的把红薯重塑成功了，太好了！红薯一身都是宝，红薯梗和红薯叶可以做菜，红薯可以做红薯拔丝，还有红薯丸子。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到街上去卖红薯，这样我既能推广红薯，还可以挣钱。香甜软糯的烤红薯，甜过初恋，只要1两银子一块。红薯是什么东西？也敢卖1两银子一块？买不起就走开，别碍着其他人买。1两银子一块的红薯，我看根本就没人买，你别在这给我做梦。我要1块红薯。还真有人买，我看看到底是哪个蠢呀？原来是钦差大人。我要1块红薯。好嘞。三皇兄，怎么了？这红薯本皇从未听说过，万一有毒怎么办？你是钦差大人的侍卫吧？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大胆！此乃当朝3皇子，秦王殿下。秦王殿下，他来的正好，红薯的销路有了。哎，秦王殿下，我不收你的钱，免费给你做一块尝尝。哎，这红薯在大前朝闻所未闻，这你如何证明它并无害？大胆，快放开秦王殿下！这红薯好吃，给本王再来1块。哼，对付这种杠精，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打脸。软糯可口，宁愿你也尝尝。今天营业，买1送1。多谢。好甜！这里的红薯多少钱？我全要了。红薯的价值无法估量，
但秦王是大客户，不如借此机会交个朋友。400万两银子。什么？宋慈，你这红薯是金疙瘩，敢卖400万两银子？王爷，萧大人，我看这小子他就是存心找茬，你要狠狠治他的罪。宋慈，你到底在搞什么鬼？你们可知这一颗红薯一年能产多少？我看呢，最多亩产也就10来斤。一颗红薯一年能长上百斤，1亩地也能长上千斤红薯。亩产1000斤，绝对不可能。若这红薯真的能亩产上千斤，即便是灾年，大千的人民也不会挨饿呀。所以秦王殿下，你以为你买的是一个红薯吗？是让大前朝百姓人人都能吃饱肚子的希望。三皇兄，宋慈的确有些本事，那玻璃就是他弄来的，红薯想必也不是凡物。好，400万两银子，本王红薯全要了。这是400万两银子的凭信，我会安排城外的一个农庄专门种植红薯，你可愿教他们如何种植？没问题。红薯虽然只卖了400万两银子，但跟秦王这个大客户搭上了线，以后肯定还有得赚。秦王殿下，萧大人，这红薯就算产量再高，也不能让咱们大前朝人民当饭吃啊！我们韩家在西域找到了一个高产良种，据当地的商户说，亩产可以达到足足500斤。500斤？如今我大钱的土地亩产也就200斤，若这两种真的能达到500斤，本王定会上奏朝廷，重重有赏。我也可以重塑高产良种，亩产500斤就让秦王如此惊讶。若我重塑出亩产1000斤的良种，那还不得惊掉所有人的下巴？宋慈，等我们高产的良种推广开来，你这红薯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才500斤而已，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等我重塑出亩产1000多斤的良种，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宋慈，你跟钟琪一块儿去青山庄教农民如何种植红薯，将韩江的良种也带上，找人试种。去青山庄正好，我可以在那里重塑良种，再找人试种。高产良种重塑成功了！这才是真正的高产良，得找人试种一下。宋公子，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开始培育红薯苗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看？好，刘庄头，这袋粮食你找地方种一下，这可是能亩产1000斤的粮食。啥？亩产1000斤？我可没有见过这亩产1000斤的粮食嘞，这竟然比西域来的良种产量更高吗？你去找个地方试种一下，不就知道了？好，我这就找人种下去，我会亲自照看，我倒要看看这亩产1000斤的粮食到底长什么样子。4个月后，等这一季粮食收获，我得好好跟秦王谈谈条件。宋公子，您的良种亩产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200斤，若是能够推广到整个大前朝，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会挨饿了。若是有化肥的话，产量能达到1500斤。什么1500斤啊？回禀陛下，小的方才正在与宋公子说起此次试种的高产良种。本王今天来便是来验收这良种的。宋慈，今天是我出风头的日子，看你还怎么跟我抢。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刘庄头，这次试种的高产良种收获的粮食在何处啊？王爷，这便是，方才小的已经称过了，亩产450斤。这次收获粮食每亩竟然能达到450斤，这太好了！才区450斤，秦王殿下未免有些大惊小怪了。我看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我这可是450斤的粮食，你难道还有比这更高产的良种吗？你说对了，我还真有。不可能！这便是宋公子高产粮收获的粮食，足足1200斤。刘庄头，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吗？小的敢用项上人头保证，句句属实，绝无虚言。宋慈，你这高产的良种，本王要定了，你开个条件吧。王爷见谅，这良种我并不打算卖。
我可以将普通的刀重塑为后世那种无坚不摧的钢刀。燕国的刀再锋利，也不可能是钢刀的对手。这样我又能大赚一笔了。我去，真的是纯钢菜刀！不愧是纯钢打造的刀，我得想个办法让萧平南看到这把刀的威力。宋公子，在下奉秦王之命前来为您送请柬。请柬？什么请柬？燕国太子秦安东率使团路过雍城，秦王殿下应尽地主之谊，所以明晚将在城主府宴请他，请您作陪。好，正好借此机会宣传一下我的钢刀。哼。